装自己的叛逆，我扯掉标签，抗拒定型。我们用自己的价值观创造梦境。我们梦游，我们相遇，我们相互拯救。我们是陪你闯荡复杂世界的梦游小姐姐。我觉得刚刚那个可以变成，我也觉得刚刚好像可以录了。我要现在提醒，我已经在录了，我已经在录，我只想好。嗨，大家好，我是米尔。嗨，我是乔，欢迎来到梦游小姐行走中。这里是30世代的自在角落。我们透过多元的观点，陪你一起探索自我，体验人生。好，今天很开心，欢迎到我以前的大来宾，以前的同事。好，让我们欢迎 Stanley。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自己是。大家好，我叫 Stanley， 我是一位彩妆师，我在一个彩妆品牌里面当讲师。那平常的话就是也化妆、做整体造型、接 case 这样子，主要的工作内容是这样子。好，那今天为什么邀请到欧巴来呢 ？Stanley 来呢？因为我们要聊聊他让他影响很深的一个，算是一个症状吗？还是疾病？我觉得它是一个症状，一个症状叫做焦虑症。焦虑症，对，焦虑症。其实焦虑症，我觉得它。我第一次发生焦虑症的时候，其实很小，我是大概19、20岁，好年轻哦，真的很小的时候。所以我觉得，然后那时候发生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我是做了一个噩梦，然后内容我还很清楚，我到现在都记得。你看我现在40几岁，我都记得20几年前的事情。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就是我在噩梦中醒来，然后那个噩梦是一个车祸的噩梦。然后正常你如果做完梦醒来之后，应该是就Let it go， 或者是就是醒来就我只是做噩梦这样子。可是我当下的起来的时候，第一个身体的躯体的反应就是心跳非常快，像心悸这样子，然后完全平复不下来。因为你如果心跳很快，你可能深个呼吸干嘛，可能就好了。然后那个是我的第一次，所以当我的心跳很快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原来身体是不能控制的，当下不能控制，然后整个恐慌跟情绪突然就好像爆发了这样子。那时候很小哦，然后我的第一件事情是早上6点钟，我从床上跳起来，然后我发现我居然没有办法安抚平复下来，甚至没办法坐着。我一定要走来走去，跑来跑去。你是梦到被撞吗 ？No， 其实你里面的人也不是我你是在旁观的。我是旁观的角色，看到那个车子撞了之后，然后那个车子转个弯的时候，里面的人还微笑。好可怕！这是鬼片吧？你之前看的鬼片睡觉？你看鬼片，对，好可怕。什么杀人犯？里面那个人是谁？我印象中也不是很清，但我就记得我是认识他的。但是 anyway， 反正就是这个梦就一次，然后呢，我醒来之后。当然，我觉得梦是恐怖的，可是我印象中那个梦里面的人一定是我认识的人，甚至可能是很亲近的。我觉得这样很可怕。对，所以我觉得很恐怖。然后我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就说我没有办法平复下我的心情嘛，会一直喘，是不是？心悸你们知道吗？就心跳很快，心跳不会喘，不会喘，但是就是心跳很快。可是快到就是你的手，我也是到后面，我现在40岁我才知道，原来我心情很快的时候手会发抖，我当下不知道，然后手就是一直可能是发抖的状态。然后呢，那时候我还跟我弟同个房间，我弟还在睡觉。然后我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我尝试着让自己平复下来，但是就是完全不行。然后我的第一件事情就冲到我爸妈房间，然后爸妈被我吓醒了，惊醒了。然后他们第一件事情是你干嘛？然后我也讲不出来哦，我也讲不出来我在干嘛。然后我就是他们看不出来吗？他们只觉得我突然，因为他也在睡觉，突然醒来，然后看到儿子冲进房间，神情不太对劲，看不出来，他们看不出来，因为他们可能太想睡觉了。求救失败，对，我求救失败。当下跟我说你回去睡觉，就是你干嘛？你在想什么？然后我好像只能告诉他说我做了一个噩梦，但是因为我当下的状态就是有点，因为要怎么形容？好像一直在跳跃的感觉，我觉得我整个人静不下来，然后是一种像恐慌，很恐慌，很像你就想一下世界末日，然后可能爆炸，你在跑来跑去那种感觉，好可怕。就是当下的心态是这样子，然后其实也没发生什么事，就是做了个噩梦，然后起来就这样跑来跑去，然后完全就停不下来。那一天开始就症状就开始了，然后呢，躯体的症状就是，当然你一定会平复下来，可是平复下来之后，心里也有一个很大的创伤，因为我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只觉得很恐怖、很恐慌，然后开始觉得世界变成灰色的。其实世界不是灰色的，可是我的肉眼中看到它好像慢慢的呈现灰色。你说正在恐慌的时候是灰色的，没就是那一刻开始滞后。所以你现在看世界是什么颜色？当然是就正常，就跟你一样漂亮，跟2位主持人一样漂亮。当下的状态是这样子，后来就是我求救无门，因为我妈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大家不知道，他们就像你写给我的稿子一样，就是大家就说啊，你想太多了，就大概大家的心态这样。然后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是我的国小同学，所以我就跟他求救，就我还算是个求生意识很强的人。你说你已经平静下来，平静下来的平静是我的身体平静下来，可是我这里有一个好像被开了个洞一样，然后被开启了，然后它合不起来，就是好像那个。恐虑跟我当时也不知道叫不知道叫焦虑，就是它就是一直出来，然后很不舒服，然后整个人很不稳定，然后什么事都不想做，什么事也不想吃东西，所以就开始瘦。第一件事情的反应就是晚上睡不好，睡不着，要睡觉的时候你会很焦虑，自己睡不着，然后呢开始变瘦，瘦到的程度就是像我现在还有55公斤，我那时候好像才47。你说自从那一夜之后就开始变瘦，对，就开始整个人变了。哦，这么严重？我想问你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真的有在焦虑一件事情吗？我不知道啊，所以你没有感觉哦。我一直到了我40岁的时候，最近去年2年前我换了一个医生，那个医生他点醒了我一件事情，他说：“你有去探讨过为什么吗？”啊，所以你都没有去挖掘为什么？我有想试着去挖掘，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20年来没就想象突然做了噩梦，突然就爆发，不知道为什么。好，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我当时这20年来，我只觉得它就是一个，你要说是疾病吗？还是症状？像一个症状的感觉。我相信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他在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他找不到原因的。因为很多人叫忧郁症，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忧郁嘛，对不对？他不知道原因，可是其实一定有原因，只是我们不知道原因。那我以前有去看过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就说你要想办法去找出这个原因。但是我后来发现的事情就是，当你找对不对？你要破案你对啊，是这个概念你找不到原因。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还叫你懂吗？就是我就在这个里面，我是本人，我自己都不知道原因的。那你有觉得什么压力大，或是有点压抑，或是不开心吗？我后来一直到了2年前遇到那个医生，其实我这个20年来不是 all the time 都是这个状态的。它的频率就是好的时候都很正常，就是都 OK，你也没有什么，然后可能有。某一些状态，有一些事情发生，或者是说可能身体太累或工作压力大都有可能。他突然就会有一天，突然就我这样讲好了，他好像是一个要糖的小孩。突然有一天他就跟你敲门说：“我要糖吃。”然后就来了。然后会来很多天吗？没有，跟月经一样吗？你是当下你就知道那个感觉来了。好，应该是我当下20岁的时候知道那个感觉，我记忆是很深刻的嘛。那我第二次是25岁。哦，隔了5年。对。然后，但是这个过程是我前面就是说我前面求助无门，然后呢因为我们是彰化人，所以大部分的人像我的朋友知道之后，去跟他妈妈讲，然后妈妈就去济公啊，去收金啊，就大概你懂吗？就是我怎么懂的，然后我也去了，跪在那边啊，然后拿扇子叫扇什么打水，对把恶魔弄走啊，对，说就好了这样子。一直到了我妈妈的朋友有一天来我家。我的那一天，我整天没有事情做，我还记得那时候好像是放假吧，寒暑假还寒假忘记了，反正我就是都躺在床上。然后我妈妈的朋友来我家，看到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妈也认识很天兵，因为我妈原住民，你知道吗？就是天生太乐观了，所以她就没事啊。对，就这种感觉，叫熊追啊，哎呀，反正就是追，当我变瘦，她也没发现。哎呀，你苗条啦。对，然后等到他的朋友跟我妈妈的朋友跟他讲说：“你这儿子眼神不对。”你真的不要看医生，不带去看医生吗？你的眼神怎么了？没有啊，就没有怎么样啊。可是就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揣摩。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当下可能就是空洞，不太对劲，对，感觉怪怪的。就是如果传统你就说你中邪，其实不是中邪，就是状态不太好，状态不太好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它就不是个疾病。对我来讲，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症状，就是说。他来的时候，我们怎么跟他相处？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然后我会想要来，也是觉得一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对，他也甚至他可能现在正在经历，甚至他在经历他自己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要去正视这件事情，跟你要了解这个状况，然后我们怎么样子把它给。我不能说拯救自己，应该说融入生活，比较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很奇怪，当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没那么严重。对，就没那么严重了。你有时候我觉得焦虑，我快速讲完，后来我就看医生。看了医生之后呢，医生开了药给我吃。他开什么药？就镇定剂啊。镇定剂就是焦虑缓解焦虑的镇定剂，大概就是放松这些。睡觉就是安眠药嘛。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我不肯吃。
因为你觉得你没有生病，我觉得我没有对，我当下不觉得自己生病，所以我很拒绝吃那个药。然后后来越来越瘦到就是我吃不下饭嘛，所以我就也怕死掉，就想说都不吃完会不会死掉？我还记得我买了一堆鸡精放在家里面，一天。因为我吃不下东西，所以我就每天喝一罐鸡精。鸡精很恶对啊。但是你就是想说，就是为了生存，你要生存，对，就是求生意识还是蛮强的。然后后来那时候就是越来越瘦，然后照镜子，真的第一次看着镜子的自己，觉得自己像纸片人。天哪，好瘦好瘦。然后我才决定，后来我第二次去回诊的时候，医生看到我的时候，他就吓到了。医生就说：“哇塞，你是不是都没吃药？”我就说：“对，我没有吃。”医生跟我说：“不行，你不要靠自己，你要吃药。”然后我就开始吃药，大概半年就好了。那样子的状态，你是可以工作的吗？就是你是可以正常生活？当时还是学生啊，学生当时是大学生，那还是可以上课吗？我都有去，可是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很专心，然后去补习班，那时候好像要考试吧，然后要考大学，所以也没办法很专心。然后等到我觉得就是吃药一段时间之后，应该说我觉得药物的辅助，如果你真的是正在经历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药物的辅助很重要，在前期的时候，让你怎么样的改善？它会让你你感觉像你看这边这样绑住，对不对？然后有个石头那种感觉这样子，然后药物吃下去，它会这样子松开解开，然后当下你就觉得我后来一直到现在我知道了，其实就是我觉得会有这样症状的人，他一定有原因，但这个原因会导致就是我们的神经传递。我们的神经有一个部分要传递是叫吗啡，我们都知道吗啡是让我们开心的东西，它阻断了那个吗啡的传递，所以这个药有点像是在让这个吗啡可以传递，让你觉得还是可以感觉到开心的。因为当我没有办法感觉到开心的时候，你就一直往那一路走下去了嘛，对不对？那当你可以感觉到开心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回到比较正常生活。我觉得吃药的辅助很重要，是前期在吃药的时候配合医生吃药，是至少要让你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然后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所谓正常的状态，就是你每天至少你要想要吃饭吧，你每天至少知道说我还有意愿去上学，或是我有意愿去上班，甚至你开始能够找到你原本生活的 passion， 例如说我可能很喜欢逛街，我喜欢 fashion 的东西，我喜欢 make up， 我喜欢彩妆，在那瞬间突然就没了，那些事情对我来讲就没有意义，没有兴趣。对，可是当吃药的过程的时候，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先稳定，把身体给找回你的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至少你要可以正常生活，你才有办法去做你想做的事。那所以吃药我觉得是辅助，可是我一直到了就是40岁的时候，我第二次发生是。我刚才第二次是25岁，第三次发生就是3年前。那其实隔蛮久，代表有控制住的关系，就是都蛮开心的。我觉得我人生都蛮开心。对，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也是很开心。然后我其实是都过得很开心的人，带给我们欢笑的人啊。对，我就是很喜欢跟大家相处的时候都是很开心的状态。所以他没有办法根治，他就是有时候还是会敲门来找你。它就是要共存的状态。我觉得就是一个状态，然后所以我就不把它当疾病看。那你吃药的时候，你是连续吃半年，然后好了之后就不用再吃药？你要跟医生讨论。他会有建议你可以断药的时间。他其实也是看你的身体状况。其实我觉得医生，这个状态就有点像是我刚才讲是神经它有点像神经它阻挡了传递吗啡的这个快乐的感觉给你。对。可是吃药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只是把神经修复回来。那所以才有很多人说，这个样的症状的前期都叫做自律神经失调。那自律神经失调就是不管是你反向神经还是你正向神经，我也不知道它的专有名词，反正就是你神经乱了，然后它有点没有，就像你经期乱的那种感觉。你是这样想好了，那你会觉得很烦吗？对，我每个月都很烦。然后事情又很发生，因为其实我活在现在，我们有太多。你每天早上起来，你看你手机收到多少讯息，有一些讯息根本就不想看吧？对，然后有些人会影响到你的心情。那我觉得我们都是我觉得会这样子有症状的人，就是跟我一样有这样症状的人，我们都是属于高敏感体质，就是太容易受这些事情的影响。对，但有些人就像你，我就觉得你应该是第一名，他第一名，他超低，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所以我很羡慕你啊，所以我很希望可以。像你这样的身体，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可是身体不是我能选择的嘛，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所以你要如果你把它当做疾病看，你会觉得好辛苦，我人生怎么活那么辛苦？我3年前再次发病的时候，那次就真的是有点辛苦，就是这3次以来最辛苦的一次。那是辛苦的意思是最严重的症状，还是说持续最久？不是持续最久，最辛苦是它爆发的时候的那个深度，我觉得是
这3次以来最深。你可以形容一下那个是什么样的？我就是会有那种，就是要不要出去给车撞了就结束生命，然后甚至会难过到就是跟朋友讲说，就是很亲的朋友问他们说，如果有一天我没有在你身边了，你们 OK 吗？哇，他们被吓到吧？对啊，哭到稀里哗啦，就是我的朋友就哭了，对啊，就是会觉得你一定要给我好好的活着，不要真的去做这样，我当然也不敢啦，就是当下会有这样的心态，会觉得为什么我们人生要活得这么辛苦？为什么要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他一直都。一直这样叠上来，就是一直跟你讲，就是那么辛苦。然后我也没跟我家人讲，因为我不希望我妈妈担心。我跟我妹妹讲，但是我们不会特别的去聊这件事情，因为可能他们也觉得我很坚强，求生意志很强，会自己想办法救自己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也是开始吃，又还是再回去吃药。其实我觉得解决之道就是我就是上次遇到那个医生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去正视，因为我以前我吃药比较像逃避，没有办法根治到原因，对，想说先舒缓再说，对。然后3年前遇到那个医生，我也是很突然的，就是本来固定看的医生，突然应该刚好3年前，其实我是基督徒，20年前就是我一直都没受洗哦，然后呢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就回来求。上帝帮你，然后上帝当你身体好的时候，你又忘记上帝了。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子，就是不前途的基督徒。但3年前，我的朋友是很前途的基督徒，他来告诉我，2年多前了，快3年，跟我说，你要不要再给自己跟上帝一次机会，好好回来的做上帝的孩子。所以我就太回来了。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觉得宗教信仰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当我是相信的，就是很多人都有一句话我很相信，就是你相信幸福，你就会幸福。你相信吗？你要先相信，你要先相信，对，就像显化这样。然后我就相信它的存在，所以他在过程中帮助了我。突然就换了一个医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换了一个医生。有一天我就是好神奇，很奇怪，就是那一天我突然发病不舒服，然后我就急着去看医生，然后我突然就换了，因为不是我固定去的时间。然后那个医生看到我之后，他就看了我以前的那个病历嘛，然后就说：“你40岁，你不是？”他的第一句话就开始跟我说：“你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这样吗？”这医生这样可以吗？可以，他也很直白哦。然后呢，他的第二件事情就说：“20年了，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讲了一个超直白的话，说年纪大了才这样，那就是你身体老化。就是自律神经失调，有没有发现年纪老人比较不好睡？对，这就是开始了。对，所以老人也很容易焦虑。好哀伤哦。我们有一天会遇到年纪焦虑来了。对，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啊，就是多少都会有嘛。然后那他的意思是说，他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你是因为年纪大才这样，那就是你的身体老化。就例如说我们会有老花也是我最近开始遇到的事情。你们都还遇不到对不对？我第一次遇到老花，你知道什么时候察觉到的吗？是我吃便当的时候，对。你很近，好，你要夹那个高丽菜，想说奇怪，我的高丽菜怎么这么糊？然后我家里想说，我的高丽菜为什么这么糊？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样，然后我吃完之后，那个便当吃起来就是好不幸福，也不开心。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老花，这也是不可逆的。我还为了这件事去看医生哦。然后医生我一挂完号之后，护士跟我说你怎么了？因为他们要先问你什么状况嘛。我解释完之后，他就把我的那个卡给后面的一个更资深的一个。有点像护士长走过来之后，他就说帮他退卡，就是不用看医生。他就跟我说：“你这是老花啊。”然后我就说：“所以不是我眼睛。”他说：“没有问题，你就是老花。”好残忍哦。然后我就说：“那怎么办？”他说：“配眼镜啊。”我就说，可是我有近视。他说现在有眼镜跟镜都配在一起的啊。他说你不用看医生啊，你就是老花啊。他说你现在算晚了耶，41、42，很多人38、37就开始了，你算晚，因为我们现在3C 产品嘛。他就说你的，但这件事情没有导致我焦虑。因为我是从吃便当开始的，就是人生就是很奇怪，我觉得我们回到要正向一点。好，对不起，然后回到这个好笑。我们刚才讲什么？你说你换了一个医生，对我换了医生，医生跟我说你年纪这么小就有，所以那是你个性的问题。
你天生就这样。他就开始说，你一定是个完美主义者，你是不是有洁癖？可是，焦虑症是不是不完全是个性的关系啊？不完全，但是我觉得以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讲的话，就我觉得是我所谓的个性的问题，就是完美主义者有很多事情是太想掌握住了。那当你很想掌握住的时候，但是事情不可能永远都像你想掌握住。那可能一天你有10件事情你想掌握，那如果你今天10件事情你只掌握住2件，那剩下8件事情累积起来就是你的焦虑。他的意思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说我太过完美主义，然后我后来想想，好像是因为我就是有轻微洁癖，我自己觉得是轻微洁癖，但我的会讲这种话的人都不是轻微的，都是洁癖，都有会讲出洁癖的。我的家人觉得我是神经病，洁癖的程度是神经病，然后我的枕边人觉得我有点疯狂，因为我的衣橱打开那个衣架是2个手指的宽度，哇，就是我的习惯是这样子，而且他没挂好我还不出门哦。我一定要挂好它，我才要出门。哇，你很辛苦对，所以你讲对了，你要对准。你看，所以我多想要跟你一样，我们交换一下。对我到底有多拉的？没有，我的意思说放过自己，对不对？对，我现在要学，我现在医生就是在教我怎么样子放过自己，不要做一个控制狂，你才会好。但他因为他也直白跟我讲说，你这就个性的问题啦。那你除非改个性又很难，那你还有一个方式，接受。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这是我觉得上帝透过很多人来跟我讲的话。因为我们我是不是就是不接受嘛？所以我想掌控，可是我掌控不了怎么办？那我就会焦虑啊。那个焦虑我爆发的时候，我后来清楚了。当我们讲焦虑来敲门的时候，一定是前期你有很多事情累积起来突然来的，它不会是突然是单一事件，一定是累积起来的。那这些累积起来回顾，所以我后来知道原因了。就是我的个性的，我觉得跟我一样有这样子个性掌控的人，完美主义者。不，完美主义者不是说你很完美，应该是说你对很多事情的要求高，跟你想掌控的太多了。那你为什么要掌控这么多事情？像我现在40几岁，我就会觉得好多事情我好像不用掌控，就算了呗。对，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女生，就我相信女生会很多容貌焦虑的，我也会鼓励那些女生。对，我自己是彩妆师，我去上彩妆课，他们都会来问我一些问题。我的面毛要这样，就是你知道吗？我要怎么样变得更漂亮？我最后都会告诉她，每个女生都有你自己的美，你不要去跟别人一样。对啊，你好棒！你也不要画出这个妆，你就觉得要跟她一样。你不是 Jenny， 你就不会是 Jenny。等一下，毒鸡汤，这是毒鸡汤。不是，你是 Carol 就是 Carol， 你为什么要当 Jenny？ 因为你有你自己漂亮的地方，所以我自己化妆教人家化妆的原则是，你把自己的优点找出来，放大它就好了。不要去画的跟别人一样。这个是我自己化妆这么久的心态，但也是我自己对于我自己现在的心态的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就像你刚才讲的什么，不要放过自己，就是放过自己，算了吧，放过自己。对，那我后来是接受，就是我接受原来我就是一个这么有神经质的人，我就接受了。然后接受之后呢，当这件事情又来的时候，你就会，我觉得那个就是经验值。前面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你会很害怕，很担心。现在你知道为什么的时候，你突然觉得我就自己神经质，我有什么好害怕的？你就已经接受了。我现在心态是这样，这样很好啊。所以你的衣柜还是2公分？对，还是我就是接受我，我就是接受我要这样，我就是接受我每天出门我要弄成怎么样。我就是接受我这样。所以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是讲白一点，我也不希望我的公司有人看到这一集，就是上班迟到，就是因为在家里面耗太久。因为早上都要起来洗头，我有很固定的行程，然后呢，我就觉得算了嘛，那就这样吧，反正就扣假，就是扣自己的假，就这样子。我就会觉得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年纪越来越大之后，越能够解放，越能够看清楚很多。例如说，可能以前会让我很在意的事情，现在我可能就会觉得好像不需要花这个时间去在意它，因为你最重要的是我自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跟你在乎的人，你身边人是健康，然后可以陪伴你，我们这个人生可以每天都享受在当下就好了。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那为什么要去想明天的事情？所以我后来我觉得，我现在其实还在吃药我还是有吃药。药通常要吃多久啊？跟医生讨论，医生他会有一个判断期，但我觉得不要自己乱接药，因为就像我讲的，吃药的过程中是
我刚才的意思是说，这3次发生就是一定是原本你神经修复好了，那突然你又被什么什么。你或是我，然后影响，或者是我个人本身的问题，也不能说问题，就是神经质，或者是太过要求，然后太想掌控，而导致我就会把它想象的神经又断掉了。对，那神经要恢复，你要吃药一段时间，因为你要可以正常生活，所以神经慢慢再修复回来。所以我会觉得它就会是个反复，只说你有没有办法可以尽量让它不要神经一直在一个这样子的状态之内，让它维持久一点。对，所以。我后来就会觉得，那焦虑好像也没什么，就是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事情就是豁出去接受它。我自己觉得，对，因为当我回顾我自己过去的经历，就是因为我都不接受，你是抗拒，对你讲对了，就是抗拒，所以你才会觉得越来越严重。因为当你抗拒它的时候，他也要不到糖，你不给他糖，他就在那里闹，他就一直闹，但是他闹的时候是在你这里闹，所以你会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你也生不出糖给他吃，老实说也生不出来。然后后来我现在的经验，我换一个说法，就是现在可以状态很好的原因，就是他来要糖吃了，你都不要理他。你就接受，你就说害你好，但我们也没有糖给你吃你哭吧，你就哭吧，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有一些朋友跟我一样的状态，他说他都不吃药的，我说那你不会觉得很辛苦吗？他说来了就来了，然后就半个小时他就半个小时在那边发抖，真的，他就然后哭，真的，然后他就说就这样啊，然后过了去，就好了。感觉好像在冲浪，浪来了，那你就跟着浪起来。对，他选择go with the flow。他的生活，他一样的状态，他选择这样过。那他选择不排斥，我是很抗拒，所以我很严重。他不严重是因为他跟你一样，他就是不是跟你一样，是说他选择接受他的每一个面向，你就来嘛，就这样。后来我就开始学着他，你就来嘛。来了就来，因为有时候有来的时候，我就会坐在沙发上说：“哦，好。”那医生有教我做有一些基本你可以做，例如说深呼吸啦，每天回去冥想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让自己可以沉淀下来。那我最大的帮助就是我回到我自己的信仰，祷告的时候，你就也不得不平静下来。对，所以现在的这个年纪，就是人家问我最想追求什么，我最想追求可能就是平静。每天开心平静就好，理解，好有智慧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也会追求平静，你们现在应该也是差不多要到这个，我们已经差不多在追求这件事了。对，你现在应该不追求要赚很多钱，我还是想赚多一点钱，但是都要啦，优先顺序，对，优先顺序不一样。以前可能20岁的时候，我以前会希望什么狂欢快乐，但我现在觉得平静才是最大的。对，而且你现在在身体修复啊，不是吗？身体修复，因为你要平静下来，你的身体才有办法修复。对，身心真的是连在一起。对，完全是连在一起的。可是我以前发生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都是用抗拒去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身边的人帮助不到，我说真的，我看到你的问题了，他们会讲，我有认真。你看咯，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跟那个你最多人讲，你想太多了，你放轻松嘛。没有，要放什么轻松？怎么放轻松？你就想象他就是好，你在心悸的时候你不能心脏抓出来的时候，你放松一下，他就是停止，就是不行嘛，他就是不行。你到底想怎么样？所以身边的人，我觉得最多听到真的就是你打给我的没有错。那你会生气吗？不会，就是没有帮助啊。他就是跟你讲，这样讲好了。我觉得，跟我一样的同学们，或是跟我一样这样的状态的人。不是身边人没有帮助，而是说身边的人他没有办法体会你这个状态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帮助你的。那可以帮助你的人，除了医生以外，其实最重要是你自己的心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身边人真的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陪在你身边就好。这个陪伴我觉得是重要的。什么事都不做也可以吗？可以，他可以。你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例如说握着你的手。告诉你，我在你身边，你不用担心，然后不用害怕，因为它就是一个症状，它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所以我觉得他可以讲一些鼓励的话，正向鼓励的话，不是说一些什么行追啊，你想太多。你看这句话是反面的哦。对，你想太多了，是反面的。第二个是。你放轻松，听起来好像是正面的，可是这句话其实对我们来讲，它也是反面的。原因是因为我做不到啊，我当下我做不到，所以其实我觉得身边的人，他可以，如果你想帮助你的
家人或朋友是有这样的状态的，在他不舒服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做，就是抱抱他也好。因为有时候那个情绪的压力是，当他触碰到你的时候，你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有一种释放的感觉，好好的哭一场也没有关系，因为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讲说就哭了啊，为什么哭了不知道原因，但是就先释放出来，然后你再回去思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慢慢把它理出来，有个途径可循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好了。其实我觉得女生蛮常会有这类型的状态，可是女生可能没有焦虑症这么深沉，就是我们有经期有荷尔蒙，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前来我们就会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哭，那就哭，就类似这种感觉。所以我大家可以理解，我觉得女生应该都可以理解情绪很起伏的状态是很不舒服的，但我知道焦虑症一定是更深的痛苦。它会有一种就是你一直觉得世界很灰暗嘛，然后我以前很严重的时候就是一直觉得我第一次发作是20岁，那时候在补习班，我一直都有看到一个画面，就是我补习班我印象很深刻，在4楼，我就一直看到我从窗户跳下去的画面，严重一点的时候啦。天哪！我不敢这么做，说真的，我就跟你说我求生意识很强我一直看到跳去，但我会跟我自己讲我才不敢呢。你有2个人格的感觉在内心打架对，就是那个感觉。但是现在其实像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好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已经没有他还是会有不舒服的时候，可是那不舒服我觉得降低了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这个也跟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宗教信仰，我觉得你都要靠自己的话会辛苦一点点，那你身边人要多一点的陪伴跟支持，然后多一些正面的话，例如说发作的时候可能告诉他的是我在你身边，没事的，你很健康，你要多交一点有情绪价值的朋友。因为他告诉你的是，其实说真的，就是这件事情，我后来严格来看，就是你虽然是吃药控制它，但是你可以不吃药。所以我自己总结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豁出去，豁出去就是我刚才讲，就是你接受这个不完美，就豁出去了，不要管它。来的时候你就豁出去，就是你又来了。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已经老朋友了。对，立刻来，就这样吧。就是第一个是我觉得是就豁出去，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告诉自己的，就正面的告诉自己是，因为老实说，就是焦虑这件事情啊，你也不会真的疯掉或真的死掉了，就是很不舒服，就只是不舒服而已。对，就像我如果把它想成是我如果是女生经期不舒服，我还记得我妹以前都会窝在那边痛的要死这样子，可是你也不会真的。就怎么样了，对吧？就是会过去的，对，会过去的，他会过去的，所以就是告诉自己，就是反正就他会过去。所以呢，我会告诉自己，就是我是越来越健康的，我是应该说我是在健康的状态，只是在经历这个过程，对，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这么恐怖了，对，因为很多时候都是。我觉得我焦虑症最恐怖的是你自己吓自己，我自己吓自己，因为在经历这个过程，第一个你不知道 why， 所以你开始害怕了。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过程中让你觉得很恐惧，所以你恐惧也来了，又不知道为什么又很恐惧，是不是整个情绪就被爆发出来？可是当你可以接受，你知道为什么了，所以你是不是平静了一下来，就是接受。第二件事情是这个恐惧感也不见了，因为你就知道说就是它就会过去，我是健康的。所以第二件事情是告诉自己我是健康的，所以这个没什么。第三件事情就是当你情绪越来越平静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不会再常来找你了。那我觉得我说为什么我形容他是要糖的小孩，因为当他来你这边都要不到糖，他就不来找你了。久了他就不来找你，因为我也要不到糖我那边哭闹你不理我。对，小孩子不都这样吗？对，就真的就不来。所以哇，这个比喻很棒。我自己这20年下来几次发生之后的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对，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走过去。我觉得就是因为他陷入在我前面讲他不知道为什么，跟第二件事情是他觉得自己是不健康的，所以他就一直在往那个更低的地方更低的下去。对，然后包含很多人就往那边走之后，最后就决定就是像我刚才看到的画面，他就真的去做了嘛。那我是求生意识很强的，所以我是绝对不会做那件事情，只是说那些画面它是真的会出现在你脑海里面的，然后真的是好像。怎么讲？就是看到了，对，我前几年我就是看到自己走在路上，然后等车撞的那种画面，我自己会觉得很恐怖可是我就会告诉自己，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豁出去了嘛，然后你就是其实你是健康的，所以不要去往那方面想，所以慢慢的把自己拉回来。当然因为我后来是我现在我受洗了，
我今年3月后来受洗了，所以我现在就真的是基督徒。然后，透过祷告，我觉得帮助我非常多。他就真的就在我身边。我要讲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其实我是看不到的，对我们也看不到嘛，对吧？然后我有个朋友，他是有在修，但他不是基督徒，可是他有在修。然后有一天就是我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跟他视讯。我们很少接面了，我们就1年见个1次这样子而已。然后视讯的时候就这样看着，然后呢，在视讯过程中我走来走去的。后来呢，他就跟我讲，我只想跟他聊聊天，就是放松一下心情。他就跟我说：“啊，你没事啊？”我说：“我知道啊。”他说：“你很好啊。”我说：“就有点小小的心情的起伏这样子，就像你不是那么的开心找朋友聊天。对对对。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在你后面看到了一道光。”然后我就说什么一道光？然后后来他就自己跟那个人沟通。我自己是看不到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后面有很大的一道光，然后很亮，然后有一对翅膀。”然后那个人跟他讲：“你是天使？”对，那个人告诉他说他是天使。哦，那个人告诉他说他叫做 Big Angel 大天使。然后我想说 ，OK， 大的也是很好，大天使。然后后来我因为我看不到，但是我很相信，所以我就觉得有人在守护你，你就更安心。对，我觉得我们需要的对，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讲说，如果你没有信仰，你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身边的人一定要让你觉得有安心感，对，就是这种感觉，因为你就是因为不安心，所以才会这样嘛，才会有这个症状，所以身边人如果可以多给你一些支持，然后正面的话语，然后让你觉得有安心的感觉，你真的会好很多。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前面初期真的是比较严重的时候，我真的要吃药。它可以帮助你比较快的找到正常的生活。对，因为我身边有太多人一开始跟我一样，事情发生的时候选择不吃药。然后我记得我还有一次也是就是这个看到大天使的妈妈，她的妈妈，因为我们是小时候的同学，国中同学，有一次我去她有一次跟我讲说，我妈妈忧郁症，然后我说怎么了？然后呢，那时候我已经好了，就是我第一次发生完之后我已经好了，我有吃药的。后来呢，我就去看她妈妈。然后他妈妈就躺在沙发上，跟我第一次发生一样，就躺在床上，他是躺在沙发上，然后那个眼神就是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说，阿姨现在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他在一个地方你不要去打扰他。对，然后我就把他就是因为他们家很熟，就拉开抽屉，就是看到一模一样的药，全部都撒在那个抽屉里，他都没有吃哦。后来我就不知道哪里鼓起了一个勇气，就走过去跟阿姨说：“阿姨，你要吃药。”阿姨有什么反应？阿姨第一吓到啊，就是我就说阿姨，我有讲过，你要吃药，你先吃药，你就会好了，好了你就会越来越好。你现在不吃就不会好，你先吃药。他有听话吗？有，他吃了，真的就真的有吃药，后来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当然医生是你可以选择，你可以不吃，你可以透过很多的医生会叫你去做运动啊，转换注意力啊什么的。你的眼神有点不屑，我真的是觉得是，我觉得不是不行，是我觉得因为医生不知道你现在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自己去判断。如果你真的是可以透过转移注意力，所以我后来3年前发生的事情，事后我后来去学舞，我去学跳舞。你是因为这件事去学的？我以为是因为跟你男朋友一起。不是一直我跟他认识了半年，我都没有走进他的教室，然后呢。这事情发生之后，然后我想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因为他那个是当代舞，我以前是学街舞，所以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level，然后我也没试过，所以我就去了，然后去上了才发现就是对你有帮助。一开始上的那时候还在焦虑的初期，就是发生的时候初期，去上课的时候，我就转移注意力，就是因为它很难嘛，那。上课的过程要学要记舞，因为我们一起去上过舞蹈课嘛，你就是一直在记舞步啊，所以当下你可能就会分散注意力。但吃药的过程是在辅助你稳定你的生活跟神经修护的过程。那个过程，我觉得不要给自己设时间，拉长一点也没关系。对，因为你越给自己，我觉得我们活得很辛苦，就是我们太逼迫自己，对我太想要。掌控了，对，那医生讲的真好，他就说你太想掌控啦，你不觉得这样活得很累吗？你为什么觉得你吃药一定要1个月就好？对啊，我就吃个半年，吃个1年啊。对，就是有些人讲说，就是你要减肥，我要这个月瘦3公斤，就是类似这种感觉，就是你好像一定要掌控，跟你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
当然一开始医生讲的我都听得懂，但我都做不到。慢慢的，我觉得这3年的改变就是年纪也到了一点，然后去做了一些不同的尝试，然后不同的朋友群开始出现，因为去上课之后的那些上课的都是长者，都比我大，然后他们在相处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我这样讲，我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很没有礼貌的，我看到里面有个学生是个阿姨，她跳的超烂，就是很难看哦，就是阿姨真的，我要给阿姨我没有说是谁哦，只是说就是看得出来她很认真，然后你懂吗？就是她跳的就是也没有舞感，然后我每次都会跟老师说，就是我的枕边说，这个学生没什么舞感，然后他就说，到底凭什么这样讲人家？我去上课的原因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看到因为那个舞很难，所以我一开始是不敢去，我很排斥，你怕你跳不好，我怕我跳不好嘛。你看又开始了，怎么被人家笑怎么办？对，你看到为什么要给这种自己焦虑这种事情？我就看那个阿姨哇，很开心，很开心，她就是觉得老娘很爽，跳得很烂，也没人，而且我后来去上课才发现，其实你没有时间看别人。你自己，我自己都自顾不暇，我根本就记不住了，我还看别人。我唯一会看别人就是看那个跳得好的，因为我就看他做什么动作，跟着他做。对，因为老师的意思是我们分组的时候，老师是不跳的，所以是分组几个人跳，所以你一定是看那个会跳的人嘛，你怎么可能去看那个不会跳的人，对不对？所以不会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可是那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开心，是那个上课的好多人给你的鼓励是，你这样讲好了，你知道自己做不好。可是他们还是，可是你很享受那个过程，就跟阿姨一样，她没有跳得很好，但她很开心。因为我才去的。哇，阿姨很做自己耶，她就是给我的启发是，她都可以了，我一定也可以。她都可以了，她都敢跳了，她都敢跳了，而且她看起来很快乐。对，然后我在跳过程中也很尝试，就是真的都跳不好哦，然后也跟不上哦。但是那过程就是我就是来体验嘛，我就是来试试看嘛。为什么我不要来试试看？那过程你一定会有进步嘛？那个进步的感觉，你就开始会有不一样的成就感。那这个就会多拓宽了你很多原本可能没有的生活圈，或者是你会害怕的东西，但你就是直接面对它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给大家，或是说不一样的人，你有这样的状态的人，其实你应该要去尝试更多。你本来没有，你想尝试，但你不敢尝试的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这样做，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学习跟体验，跟一些启发。虽然你讲的很云淡风轻，但你真的走来10几20年，其实我觉得已经突破自己的心魔了。我其实真的不容易，其实也不容易。3年前那时候第3次爆发的时候，我很感谢那个医生。对啊，我真的感谢。虽然他讲话有点太直白，我每次去他都骂我。他喜欢被骂，其实你喜欢被骂。对，我觉得不是他，好像也是，因为他就是讲得很直白啊，他就是喜欢，你会听不懂。对，应该以前的医生可能太温和了啊，记得要吃药哦。好，那就这样。他怕刺激你之类的。对他们可能都，但是那个医生好特别哦，他就一进来就说。你不知道自己这样子20年了，你自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你吃这一招然后我就想说，哇，他讲的好直白。然后呢，就是讲得很真啊。然后呢，我吃了药去，然后没有更好，他就说你吃这个药都没有更好，这样他都会很直白的说出你的问题痛点戳下去。对，然后就说，然后他就有时候他会问我说，我只有叫你回去练习那个什么深呼吸，你有练吗？每天早晚15分钟，10分钟也可以。你连这个点时间都不给自己，你怎么会觉得会好？就是很直接，我都会觉得说他妈的真好，然后我就回去乖乖在那里深呼吸，因为这蛮简单的。我后来回去真的有做，真的蛮简单的，就是你就什么都不要想。你看到冥想的概念，对，这算吗？冥想算冥想，可是冥想是有要想东西，不用想，不用想，就是要空着，对不对？空，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只要去感受我的呼跟吸，然后放慢就好了。对，这是冥想。然后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哇，原来这么有帮助。你每天都会做多久啊？最近没懒惰，但是最近过得比较快乐，对，每天就是10分钟，我就会设10分钟，然后我通常都睡前去做这件事情。你要再做，不然又被骂。对，他也是蛮凶的，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医生也是蛮有趣的。还是你想被骂？我觉得是需要被欠骂。对，就是有些人就是用这种方式，你可能反而你会知道，或是找到答案。然后因为你可能平常没有被骂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你可能就对啊，所以被骂一下，我觉得也很好啦。就是你就会知道说，原来我什么事没做到，或是什么事。但是当你越来越清楚知道自己是什么状态的时候，
这些事情对你来讲都不是这么重要。你找到命定医生了。对，我觉得，但你不用一直看医生，但我觉得最重要是找到怎么样子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把自己生活过好，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好，那今天很谢谢 Stanley 的分享。那我们知道焦虑症这件事情其实不可怕，只要你好好的面对、接受它，甚至你会接受其他的辅助，无论是人的辅助、药物的辅助，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那如果来的话，就让他来吧，反正你很健康，你没事的，会过去的，那就算了吧，不用太在意。那如果接下来还有一些焦虑症的一些伙伴想要跟我们讨论一些东西，都可以欢迎私讯我们 IG 或者是到我们的 Podcast 底下留言。那希望下次再见喽。好，拜拜。好，拜拜。